然后那个同学 print 了我的样子，然后他就粘在 Montclair 的一些路上这样。这是我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一天呢？满满的字，你就很容易认到自己的名字在里面。我想问你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它上面的标题是写 bankruptcy 一 post 过后爆单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feel 到爆单的感觉，意想不到的情况。那个所谓的爆单就是我现在1月 po 那个课程，那个学生排队排到4月5月去。陈慧田吗？今天陈慧田吗？我们一起来聊失败。耶！我觉得失败很好啊，就是因为有失败才会有所谓的成功啊。就你没有失败过，你哪来成功？对啊，可是不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失败而欢呼的吧？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开心的接受我的失败，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一失败了过后，我就好像一直跳不出来啊。这样子，我们新年的时候要多一个喂。祝你失败成功啊！对，恭喜你失败成功，就是你有失败过成功。你很矛盾哎，恭喜你失败成功。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有不同的尝试嘛，不可能这么顺遂，永远都只有成功的嘛，你也是会有失败，但是你怎样去正视这个失败而已。对，我就知道失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而且它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多过成功的。如果讲那个比例，虽然我们没有调查过，但是很多人虽然没有调查过，你会懂那个比例。肯定。我不理，在我的世界。没有，可是我们会为他而欢呼的，只有为成功。还有就是我们会放上网让大家去看的，看得到的都是成功。但很多成功的人，他背后一定会有失败的这个事情嘛。但我们很少真的去看，或者去正视，或者去讨论。我们每次看到大家光彩那一面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我们的嘉宾阿 Roy 非常成功的人士在这里。对，成功人士。是失败了很多次。没有，至少比我们成功啦。对呀。然后我们先来讲一下，OK， 阿 Roy 呢，就是其实在一个机缘巧合认识他，我们是去学烘焙。那个蛋糕的时候，我第一次学的时候就是跟他学的，然后之后就是8度空间几年周年，然后我们刚好侯家去拍，然后他就帮我们做一个特别版本的那个蛋糕。然后你是怎样认识阿 Roy 啊？就是几个礼拜前你约我出来见他的时候就见过面了。对，然后所以今天算是第二次见面。对，我们之后呢，在中秋节会有个搞作。到底什么搞作呢？期待。不要讲，因为今天不是重点。有什么好卖关子？之后才跟大家分享。讲回正题先，你有失败过吗？当然啦。你是指哪一方面？是工作的还是指？我觉得都有。很多方面都会有失败。对，因为从小到大不可能没有经历过失败吧？我们小时候如果是考试不及格算失败吧？我最大失败的科目就是数学。我们以前都在比低分。还比得很光荣啊！因为我们真没有办法，只用阿 Q 精神来 cover 这个失败嘛。这个就是小时候我们面对最 normal、最 common 的失败。但有一些你知道，学生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课业上拿到很低分的失败，就很难跳出来啊，可能还会陷入忧郁啊。你看现在常常看到那种报章上面看到的一些不好的新闻，对啊，那就是我小时候遇到科目的失败。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太害怕失败，很怕跌倒，所以我不敢冒险。我不敢冒险，所以我没有所谓的很成功。哪来的很失败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失败的地方。我觉得冒险这2个字不容易耶。你是个冒险的人吗？我觉得刚才 Orange 提到的成功失败定义反而是在家人影响。因为有的人觉得像你讲考到很低分，你不觉得是失败的，还在欢呼。没有，那是因为没有办法。失败太多次之后，眼泪干了。但是有些家长是逼到你觉得1分进步都不行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会愿意冒险的精神，也是因为家里人的放养式的放手。你会觉得失败，你不会有人看着你管着你，你会被指责的。你至少是只是为自己负责。对，我就会做任何的决定，你就不会担心说我做这个会不会被指责啦，会不会被骂啦，爸爸妈妈在家里怎么样。我觉得愿不愿意冒险的精神，从小应该是家里人有没有培养出来。因为我是温室小花。就被管的还蛮多的，或者是被照顾的很好，要很 discipline。 对，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冒险的机会。通常那种80后都是这样的吧？我们的家长都是那种。他也是80后。你不一样啊？你80后咩？我80后。我以为你90后嘞。我是80后最年轻的。
是最年轻那个就89年这样你接近90啦，所以不一样啦。因为我觉得我的家长也是这样的，他们觉得说会管制我们，就是很怕我们跌倒啦，这个不给你做，那个不给你做啦，怕你会犯错啦，或者怕你跌倒啊。就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妈不给我运动的。他觉得看你瘦瘦的，你运动为什么运动？你运动等下你跌倒啊，你走路又跌倒啊。我以前走路都会跌倒的嘞。其实最主要是心疼你的皮肉痛对，所以导致我长大过后，我没有什么运动，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越保护也不等于就是最好，你知道吗？某个程度的失败对人生来说是好的。先来讲一下你失败过吗？可能在工作上的失败啊，有啦。就除了演艺圈这一块，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跟朋友们就是有合伙，可能做过几样生意，然后结果都没有很好啦。不过我觉得就从中学习啊，就可能说我在这一门生意如果做不好，或者做不成，或者失败了，无所谓，我再 try 另外一个。饮食业和服装业也都试过。对，饮食业试过了，在服装业就失败了哈。可是我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学到蛮多东西的。饮食呢，因为那时候是火锅嘛，你觉得学到最大，就从这个失败学到最大是什么？那个不是你强项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碰它，因为可是我没有 try 过，我怎么知道那不是我强项？所以就懂了咯，是不是？你 try 了就懂了咯。对，所以你一定要 try 过，你才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你适合不适合。要知道自己强项在哪里，你才去把它再激发出来，而不是说感觉很喜欢我就要 try， 感觉很喜欢，等你要配的那一个，那个付出也太大了吧？真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你刚刚接触那一块新领域，一定是先跟感觉嘛。你不可以太冲动，因为喜欢而做这件事情，就马上去做决定，这样。感性和理性都要互相配合的。对。OK， 那我们就要听听 Roy 的。Roy 要讲一下你创业的这个经过吗？有冲动过吗？冲动啊！我觉得应该不算冲动吧，就是自己要干嘛就去做咯。然后今年35，所以我的过去10年就是从25到这35，前面的10年是天翻地覆的。你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很 calm，很沉稳，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怎么样啊。对啊，你的天翻地覆我看不出来嘞。有天有地咩？就是每次看戏看到那种跌到很谷底那种，我都遇过。就是出门那种口袋真的剩1块钱，然后银行里面没有半毛钱，状况都在我身上。我们年轻都很多梦想的嘛，想要做什么就要去做。然后我也是广电毕业的，所以就是有那种梦咯。这个前面10年先去做拍摄的工作，做了2-3年时间，到25岁，这3年前面做得很不错，然后突然遇到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一些跨国公司来了槟城的地方找人要帮他们拍广告，然后就找了我，觉得很兴奋，因为那个费用还蛮不错，多少钱？就接了。它是新币来的，乘到来差不多2万左右，然后就找了差不多5-6个，就是还没有毕业的，还在大学读书的，我们一起搞，我们有机会拍这个广告，是不是很难得？是不是？然后拍了过后很兴奋，觉得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那时候我的概念是就觉得很多了，有1桶金的概念就可以了，对，该是多少就不懂，就觉得很多。要开始做后制的时候，发现所有的 file 都 corrupt 了。这是我们拍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不该犯的错。想说有后路，还尽量找一些可以拍的出来，然后找了一个，然后就圈内的帮我找一下，可以帮我加 animation 揪起来吗？他说没有问题，揪我出来是那种，我希望是9分的东西，他平时可以做10分的东西，只是他做1分的东西给我，觉得死了。就已经没有 plan C， 而且时间也要到了吧？你要叫人，你本来以为东西做出来应该就可以交差，结果也不行。但结果怎样去？结果就是交代，直接跟那个公司讲，现在我交不到货，你要怎么样对我？然后他也没有很对我很怎么样了，他只是本来付我的费用多少，我应该赔回他。可是因为我收到的钱都分给了，对呀，该分的都分，所以就欠了一大笔。那时候还小，那时候在接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基本上是23岁，刚就是买了人生第一台车，很爽，这样 Proton Saga 这样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那个 bank loan 就是3万多了，然后这个差不多要赔1-2万，所以5万了。我不确定今年这个时段破产
的定义在哪里。不过在10年前破产的那个国家规定，只要是我们人欠任何一方3万以上的话，就正式破产的。3万就破产这样低爆啊？因为那个 limit 到这样小爆啊？3万就可以给你破产了哎。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想过找大人，就所谓的家人啊，或者是谁，赶快帮忙还这笔钱啊？可能很大因素是面子咯。我是一个20几岁血气方刚，从小到大就是面子走在前面的人，觉得我前面我很那个吗？我有 job 嘞，我给那个我大哥你看我22岁接这个 job 哎，之前还做什么事情都很高调，可是破产这样高调，然后人家问那个你之前不是讲要拍那个广告怎么样了？哎呀，我都做了，给他们去处理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确定，就不会提到破产这个字。所以因为你还不到这笔钱，然后对方就告你，其实他不是就让你破产，他不是告的。当要去挖一大堆钱来给这个 client 的时候，同时我还欠着银行车嘛，所以基本上你还没有解决客户这一端，车你都还不到了，所以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走法律程序说，你还不到车，好，你有欠 client 钱，所以他会寄一封信。我以为拖车就算了原来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拖了车你还欠银行啊。对，然后怎么办？那时候你的生活怎样过你在那个时候就破产了其实想回去10年前那个时候的感觉是真的没有 feeling 啊。为什么？我觉得很大的因素是在于我没有 commitment 第一，然后我不需要负责爸爸妈妈的收入还是怎么样，也不需要还什么，车都被拖了嘛。可是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你的面子在前面走的对，所以幸好国家还蛮好的嘞，你破产他不会大声讲的嘛。其实路上很多人都在破产，是我们不懂，是我开始怎么知道自己破产呢？我也不懂我自己破产，是到有一天报纸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喜欢看足球那一面，就翻去后面翻到一面的时候，突然不懂的那字很麻，可是你会很容易，你懂吗？那个满满的字，你就很容易认到自己的名字在里面。这个是天意耶！等一下，他给你看到你的名字。我想问你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它上面的标题是写 bankruptcy 他不会写到这样大的标题，那写什么？他只会写 something 来什么讲你要去告，你去告这一行人是因为 bankruptcy 可是我会看进去的时候，这么要登报纸我不明白。OK， 这个我也是不明白。你讲很好，怎么会登报纸的？我讲很好，他一开始以为很好。对，你以为很好？原来他登报纸是因为原来他寄了2-3封信给我，我没有去看。然后这么我没有去看，我家里不习惯看信，我家里是只有我跟爸爸在住。我去找回的时候，那信原来是叫你需要来 court 把自己交给法庭。其实那一刻还没有算 bankruptcy 的，你必须去 declare 自己，跟法官求情。现在你要怎么样？你能不能还？不能还呢？你 bankruptcy 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去。然后怎么办？结果他会拉你吗？就会被抓吗？就会抓你吗？就觉得说，没有去，是不是事情就没有事情了那种感觉？逃避，结果怎样？我们快跳去最重点，结果怎样？所以结果政府会派一个部门叫 AKBK 的，然后问你说，现在你应该怎么样？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收入跟状况告知他，然后你去见他一面。然后我也没有去见，他只是。我在帮你捏把冷汗，谁都没有见，你想怎样？因为这整个过程是半年而已，这半年我一直不去见，不是为了逃避，我一直在想办法，到处跟所有朋友借钱要还清。我希望可以在短时间内还清，我就不需要 bankruptcy 嘛。你怎样去跟你身边的朋友借钱？我会跌得更深，就是这一步，因为有欠钱，又有 bankruptcy，我要解决这问题。同时间那一年刚好爸爸妈妈分开，所以去找朋友借钱的时候，我心里想，我有3个。重点，一个是家里人爸妈分开了，第2事业，第3自己的车。然后我做了一个很大件的事情。2014年大家回想的话，那一年有一个很大的盛事。什么事情？2014年是巴西的 World Cup。你做了什么事？所以我从7岁就开始看球，我很爱球的，就是我每次看球会觉得谁赢怎么样很精准，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球很兴趣的，但我不爱赌。可是那时候去到没有路，我觉得玩一下咯。前面3-4盘4-5盘都在赢着的，我不觉得我称自己为赌徒啦，要不然称自己什么？机会分子，投资分子，对。那之后继续去到差不多接近1万，
然后就没有读了，因为World Cup也完了嘛。可是问题是你已经欠了一大笔债，对，你又在这边又有1万，对，然后你要借钱的时候怎么开口？这个时候，所以是不是我有欠赌债、欠银行、欠越滚越大那雪球，所以开始觉得不行了，要找朋友。就我的那个 template 啊，以前啊借钱都有 template 了，写这边啊，拿着两个原因去发给朋友，可能 Rickman 发 A template， 是producer B template， 对，所以每个人听到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对，可是很庆幸，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因为中学时期我人还蛮不错的，所以愿意借我的人蛮多。然后借了过后，我就慢慢解决了我的问题。那也知道是因为大家都是同的中学嘛，然后就一起在聊的时候说，然后那个对，他也跟我借，他有跟你借吗？就传了整个中学的群组，那个毕业整100人在传。整百人，对对对，他就借给他，我也借给他。什么原因？不一样的。一提到这个就事情爆了，所以那一年起就大家就说 Roy 是真的稳定，他是赌，其实那一年其实赌不多真的，而且很快就解决。但是一定是发酵啊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跟自己讲。我跟这样多人借钱，我面子很重要。我一直认为，觉得我在大家形象中是蛮好的，所以我借了钱，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一定能站回起来嘛。我要 make sure 自己站到最高峰，去不让大家失望了。我要去还钱给他的同时，我还要赞助他某某东西。所以我创业其实能到今天有一点小成绩，有点我不懂这个词对不对，有点报酬性的感觉。就是你要证明给他们哦，我想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以前跌过，但是我是会好起来的。对，我跌过，我不是你们那时候想象中这么骗子啊，或者是怎样。对，我没有要骗你们。可是其实你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人用更强烈的句子来讲你啊什么的？其实就是那个同学其中一个。还的差不多要结束了，然后那个同学因为我一直拖嘛，就print了我的样子，然后他就粘在 Montclair 的一些路上这样。这是我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一天呢？因为通常我觉得印象中那个照片在那种灯柱上面应该是那种几百千啊，好几万块的嘛，然后又找人来找我啊，要恐吓我，要打我，这种现象都有在。可是那时候当你去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不会怕的你明白吗？因为你已经你整个人生已经很烂了，你那家庭也没有很完美，然后事业又完了，然后没有人信你讲的话就觉得你说你在讲骗话。其实讲的好，他的那个债也没有到很大吧？没有，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讲。不是因为我是讲，因为那时候才讲去也是几万块钱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可是讲到好像阿 Roy 是我们的朋友，那几万块钱好像讲到没有人生了，你知道吗？没有，可是你要想看，当那个借你钱的人，他知道原来好像是被骗的感觉借给你的，他一定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啊。这是正常人性会的感受。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如果那种比较刚出来工作的朋友啊，那种比较年轻的啦，就算是遇到挫折、遇到不顺遂的事情，你欠了人家可能说一个1万啊2万，对，可能那个时候当下他觉得怎么办？这么大的数字怎么还啊？其实这种时候你更加要把这个事情先讲出来，你要讲出来，先让家人给你认识的人商量一下，对，信任的人知道。对，你不可以自己收着，然后自己可能会想歪。对。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耶，因为我发现说，在看着这个视频的朋友啊，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了。对，我们一直讲你的失败。你这样以为所有听 podcast 的朋友讲但那个失败的 Roy 咯。Roy 是一个成功人士。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Roy。所以创业了差不多到今天应该是7年8年了。然后这7年8年我是做经营烘焙学院，所以是授课的。第二条线就是做食品批发的，就这样简单，就是做吃的啦。大家了解了哈。对。他不只是一个赌徒，他不只是一个失败者。那是以前，他现在是跟大家分享他过去的经验，要提醒一下大家这样子。反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你刚才不是说你在很努力在找钱在还人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本身在做这什么 ？OK。所以我是槟城人，我来 KL 工作是因为当然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什么鬼都做，这就是开始了我
创业的。一路来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可是在我欠钱的那一刻，在谷底的那一刻，我发现原来掉入谷底跟前面遇到的问题是在磨练我做生意人的。就是可以冒险，什么都去敢去，要敢做生意就是要敢。所以我在 KL 做嘛，想去接 event， 最快的钱就是做主持嘛，什么歌唱比赛主持去接 shopping mall 的主持去接，然后人家不会请你是谁，所以我就会了一点 Photoshop， 我是广电毕业嘛，就做一下 Photoshop name card， 写自己是摄影师什么这样，然后去 mall 那边讲他给你多少，我算这样子报，你 try 一场，然后就乱来了。什么都拉那个收入觉得很不错，因为每1小时在记的嘛，摄影师也做，自己做 design firm 接，什么都接。在这过程中，第一 connection 大了，会的东西广了，也遇到很多不像样的人，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有那个 sense，去修到底这个人是行或不行的，是好是坏，对，然后慢慢就是渣还是真的是人，对，就慢慢就有对生意上的敏感度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能力真的不要小看自己耶，真的你到了某些地步的时候，你真的会激发自己的潜能，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自己可以做这么多东西的，这个方面又可以，这方面又可以，也是可以赚钱啊。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就算失败了，可能当下会觉得很糟糕，但这个糟糕一定会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可能情绪已经很混乱了，但一定要相信可以变好的，因为 nothing to lose。你可能已经是在最低谷就会反弹，一定可以往上面走。只要你有求生的意识，你想要东西变好的整个感觉。可是我还是不是很想经历这个失败，这是因为不小心嘛。我还是会觉得，哎呀，有啦可以跌倒了，但是我好痛哦。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做生意最大的底气是要失败过了，可是不是这种失败，当然。不，有分 level 的。对，这个失败不可以当作是做生意的理由跟借口，这是不好的遭遇。当然，不过 back to 很认真去讲生意的话，创业的人一定要敢失败，因为是真的是从失败中学习了。但是我发现创业这个词你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做喜欢的东西来赚钱？创业你要为了赚钱，大把条路，很多选择。我到这样辛苦了，欠钱，人家看不上我，看不好我，对我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我一定是要往前去的。可是那时候的我不怕死，还觉得先做自己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人生20多岁还可以有时间跌倒，我觉得啦，很勇敢呢。所以就妈妈呢是在烘焙业有一点小知名度，慢慢有年纪，所以想说，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她的食谱分享给人，发扬光大，教导。我觉得分享跟教导，我不懂我从小一直觉得发生这样多事情我都不怕，是因为我一直在秉持着一个精神，就是人好老天会对你好天公听公囝。我一直觉得人家拿你的，你亏的，老天会还给你的，所以我就一直带着这种精神，所以我不怕。我觉得我真的是好人，你们要误会我什么我也无所谓，所以我喜欢分享，然后就开始开课，就随便去了公巴这个地方，很小的，刚好有一个安哥，他讲不用租金了，我店不知道要搞什么，你拿去用啦。哎呀哇，遇贵人呢，所以就觉得零资金创业可以。那时候没有创业这个词，是觉得要生活而已，就进去买IKEA几张桌子排一下。那时候 Facebook 刚刚慢慢盛行，脸书营销。很多 guru， 以前10年前就很多 guru， 那时候是教 Facebook 讲打广告，很少人打，就去问那个课程，哇，几千块我都欠钱了，我不可能上课的，又在那种面子关系跟输不起，我觉得人家会的，怎么我不会呢？然后就是去摸，随便乱打个广告，教课教5个食谱卖388 ，try 看是认真的，把最好的食谱教给大家，一 post 过后爆单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feel 到包单的感觉，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那个所谓的包单就是我现在1月 po 那个课程，那个学生排队排到4月5月去，然后是每一天满的，我们一天收10个，从星期2收到星期日，星期1休息，都是满的，所以整个月是几百个学生一路去，所以那一刻才让自己感受到
所谓的人生第一桶金，比较正能量的第一桶金，不是当比年较靠的近了，比较靠谱的东西，靠自己的手赚来的。而且这个就是你的强项啊，这做着自己对啊，原本就会的东是西。家里也会嘛，对呀、对不对？而不是冒险说做一个我不太熟的东西嘛，是不是还敢随便提拔别人吗？所以呢，就变成当学生一多，我们需要很多人去帮忙处理的话，我也是自己来，只有我一个跟妈妈一个，就2个人在处理这件事，一直秉持着小刀锯大树。像你现在刚刚要创业，想花少一点，花少一点，所以那整个学院是很 up up 的，就是没有什么装修，桌子几张这样子排就教课，然后学生也学得很开心。然后在那一刻，就2017-18年，整个人生开始大转变，就是突然有很多大商场，你就 message 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 mall 开分行？然后我就讲我没有钱的，然后呢，不仅来看先，我就去看那个店。哇，很美啊！他问我适合吗？我讲当然适合啊，可是我没有钱的。然后他就开了一个 offer， 免租金。然后觉得这样好的、啊，对，是不是 scam 来的？我不觉得是 scam， 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公司。我讲一定有什么 hidden charges， 像我没有钱装修的啊，不用紧，我装修好给你。就算装修好了给我，我也需要买烤箱啊，买一大堆，也是一笔费用。不用紧，桌子、椅子、烤箱我搞定给你。哇，你转运呢？所以就有了一间很像样的烘焙学院，在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就开了第2间分行。对方就讲，不是有的赚嘛？因为重点是因为他现在的做法就是人家先做好所有东西，我就是我店也给你装修做好了，我只要你的人过来，你要教人而已。他是当然有没有啦，他是怎样跟你算？他是算给你付费月薪啊，还是不怎么样的是，生意他是想要让他的那个 mall 旺起来，对对对他需要有各种不一样的生意在那边可是他啊。的收入是怎样？他是怎样跟你他自己分我自己赚啊自己进咯。全部给完你赚啊？对对对，他因为你知道他是免费给你生意很多耶商场他们很需要很不同 variety 的东西对对对对在，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吸收这样子的人才进去。对啊，就好像上次啊，也是有一个 mall 啊，就过来给我跟 Orange 啊，就是说希望我们2个在那个 mall 可以唱跳啊，我就暂时还拒绝一下。是我们拒绝人家的对啊，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暂时还不想这么快啦。我们人很低调的。对啊哎，真的有没？讲是这样讲。就这2个已经蛮成功了嘛，就觉得哎，这至少有人让我就零资金去发挥啊，对不对？有没有遇到一个最大的跳板？ OK， 所以分行开了，刚好遇到中秋节嘛，就说我们有教人做月饼，人家一直问你有没有卖月饼，有没有卖月饼？好了，卖了就卖了那种心态，就设计一下放在 Facebook 卖。然后突然我的 WhatsApp 收到一封 message，Hi， is this artisan？ 然后他就问 Can I order like 2000 boxes from you？ 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是不是骗人我的scam 买的2000盒什么概念？又有点半爽，又有点又不想爽那种感觉就，可以啊，还要又不能弄到很兴奋啊，看这种要装镇定啊装镇定，觉得给人家觉得我们是做对这种习惯了2000的算什么？算什么？对。见过大场面。然后，所以我们就讲可不可以跟你见个面，给你带一下味道之类。其实目的是为了看是不是 scam 买的，要去看到 office。一进到去觉得哇，相信了，真的，这事情是真的，就打跟妈妈讲说，姐，这事是真的。然后就是没有给定金的，就让你先出2000盒才给钱那种嘛。讲到重点了，完了第一个晴天霹雳来了，他讲我们没有给 deposit 的，你要接你可以接，可是我们需要那时候是7月定了，要等到月饼给了他们在9月嘛，所以月饼给了他客户，他员工吃完了肚子没落腮，没有大便，没有生病，没有事情，他才会放账的。哇，1毛钱也没有给，还要等到吃完月饼的1个星期之后，大家没事，可是问题是，万一其他人吃到别的食物中毒怎么办？所以这就是那个你有没有这个底气去接太可怕，这个真的。然后那个整个本钱是很大的，就是10多20万，然后妈妈也很反对，家里人反对，你不要啦，你之前都很辛苦，现在都按部就班，就这样子就好了，现装不要贪心。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就只有这个机会吧，我觉得，然后就接了，好，我就再去那个 office 上，好，我接。我讲我现在要开 invoice 给你，他讲可以啊，你 send invoice 给我，然后他们不可以 sign back 那个 PO 的，这是确实真的很没有安全事情感呢。所以只是他员工拿一个 pen 这样签给我而已，
是没有那个公司的 chop 的。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讲因为公司太大了，这个 chop 的权利不在我们purchasing group 的手上。又来了，然后回去问到底要不要接，然后妈妈讲还是不要了。可是我你丢那个铜板吗？看头还是花？是没有，可是觉得好了，接了就接了。这你哪里找那笔钱来做？是啊，你说什么几十万呢？所以就把前面这个开分行所有赚来的学生费全部塞浪了。当年的无租金啊，那个租金累积到今天一次过给出去，本来已经谷底慢慢起来，有了一点储蓄，然后又在花完它，为了做这件事月饼，然后整个7月到9月是不能睡觉的，每天在看时间。到了没有？到中秋了没有？到了，那是我人生最期待中秋的一刻，从来都没有期赶快过去啊！成副身家喺嗰度啊，你唔驚啊？所以到9月没有事情，收到钱了，整个人觉得哇，松一口气呀，了。天的光彩！那一刻不是要听光彩，那个是想回我过去10年遇到的所有问题，我觉得哇，算什么？是不是？我真的有诚恳在对所有朋友。这个是希望谢谢老天给我的好的礼物，所以就慢慢的就联系回很多朋友，希望好好的去见他们，去跟他们解释之前的我是什么状况咯，然后就到今天了。所以如果之前没有遇过那些跌到谷底的那些失败的事情，你可能没有胆量接这一单吧？有胆量是一定在，我觉得这是天生的，可是一定会做糟糕问题，就是没有钱也到处去借钱。哦，可能发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如果发生这件事的话，你真的要到处去借钱。可能去这个借更大。朋友借，可是当我已经欠到朋友了，我不可能再找朋友了，所以我是没有人可以找的情况下，只好丢自己的储蓄的话，这样我都没有得罪谁，自己站起来，我觉得可能这是因为前面的事情让我才有这样子。对，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啦，就是做自己，就是胆量是第一啦，第二就是你要做自己熟悉自己的强项的东西，然后你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很有自信，因为你不怕别人讲你啊，这就是最好的东西啊，我就对啊，可是一切都在你一定要先尝试，然后要跌过你才知道。所以我要强调的部分是，想要创业的人一定要，我不懂大家能不能做到，因为我看到身边很多很喜欢创业，现在人都不想打工了嘛，大家都要创业做老板。可是我发现大家创业的那个态度是在于，原来这好赚啊，好了，我 join 你了，那种心态懂吗？是为了创而创的。可是我觉得重点一定要在你喜欢的东西跟你会的东西才去创业，我觉得这样你的生意才会一直延伸的。我觉得这是重点。这很重要因为的确很多人就是看到那个好像赚钱哦，这样我做可能也会赚哦。可以的，除非你有很多闲钱，就是说这个我也来参一下。不是，你有闲钱你可以请我们做生意吗？至于之前那个莫找我们的，现在可以请回来了。对了，我们现在是公开大的 invitation。哎呦，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像 Rickman 的朋友，真的就是朋友嘛，找你来要做服装吗？来投一点。要做火锅吗？来投一点，投资而已，不去看的。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就没有了创业的那个怎么说？它的本质不在那里。它的本质跟那个 enjoyment 啊，当你喜欢做那个东西，你愿意投身下去，投时间，我觉得你的创业的那个事业一定会开花的。而且使命感、成就感，所有都是会大于一切。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投资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投资是最重要。比如说。要如何让自己的 Rickman 谢承伟这个名字会更响一点？怎样？好像不如讲上你的 podcast 也会红一点啦。你还好啦，这也是一种机会嘛。你知道你 podcast 很红，你知道吗？自信拿来。有啦。对啊，欧洲有人听，你知道吗？佳吗？对啊，就把精神放在自己身上就比较重要了。主要就是刚才回到他讲的，投资在你喜欢，然后你也想它变好的地方去。这样如果啦，要总结一下，就从以前你的创业一直到今天，你觉得如果它是一颗橙，它是甜酸淡而味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是酸的吧。因为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自然会想回去的，你会感叹的，哇，我前面这样辛苦啊。失败你会想回去，哇，
整个过程就很辛苦。所以不管是成功失败，你都会酸酸的，觉得哇，替自己心疼，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很心酸。不过有一点甜，可是我会想起很多酸酸的。对，因为甜是短暂的，可是那酸其实是陪伴你更久，但是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好，最后一句，有什么话想要对可能现在经历失败的朋友说？我觉得我在听着，两件事吧。我们在听着啊。我不怎么成功，听着。不要怕跌倒了，这是真的，不要怕跌倒了，输了又怎样？因为大家都是30几岁人，我觉得我们是啊，不要紧，30几岁人我觉得创业就是要相信自己喜欢的继续做，不要很容易的一直为了看利润而已。我觉得这是重点，利润第一点。说哎呀赚不到钱了，不要做了。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只要不亏，继续做下去，你会看到东西。第二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很多 guru 讲，最近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比较不信这一套，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需求量，反正你做回自己的东西，人家会看到的，因为你很专，就2样咯，不要怕跌倒，跟很专。好，我现在立刻出发。立刻出发。好啦，今天非常谢谢 Roy， 我们下一集的成为甜妈再见喽。